大家不要急，慢点，一个一个来。我只是临时工，不是八只手。老夫都死3天了，还没排上号。您生前插队，死后还插，讲不讲理啊？都死了还供这么香，浪费。这锅是新调的辅料，等孟大人来验。就一口，尝的是风险，省的是流程。什么鬼东西？等等，香是压出来的，底子却是馊的。谁让你碰侍卫锅的？谁让你碰侍卫锅的？碰侍卫锅的！虽然你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我的16感告诉我，你的弱点在这儿。这不是回魂草的味儿，这里头掺了浮米浆，还有催香粉。别喝，这锅辅料坏了！你一个临时工懂什么？停锅！风亮，把今天送辅料的单子拿来。我刚刚好像跟郭汤打了一架，馋成这样还没被毒死，算你命大。孟大人，我真不是偷喝，我是误查。会吃出问题的人比会喊冤的人有用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在桥边跑迁了，来孟婆司。包饭吗？不包。那我考虑一下。属下愿为司礼发光发热。不对，什么不对？名单又死中了。不是名单，今天食堂的奈何细米线汤底不对。你又靠闻的？今天的汤没调够，鬼椒香浮在上面，没沉下去。正常应该先闻谷香，再冒辣气。阎王寻常啊！整天就知道偷懒，咱们临安地府今年被省都阎王严重批评，真信我做啊！严大人，我要投诉。何事？今天食堂的细米线汤没养住，鬼椒太冲，压不住线的米香。有理，记下来，下午让后勤司整改。你真敢说啊，英差？他不是胆大，他是馋得忘死。既然这么懂吃，顺便把食堂夜班餐也评了。明天晨会交一份孟婆司职业伙食意见单。这也算工作？从你今天开口那一刻起，算了。听说省里最近在搞地区地府伙食扶贫，隔壁大理地府风评很高。终于还是让我找出来了。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红河篇、大理篇、四川篇，你连想吃但没吃到都轰轰烈烈。还我！传说清晨第一锅最稳，罂粟破恶巴，刚出炉时能把茴香震出来。好家伙，你这不是工作笔记，你这是密室路线图。我是做地方阴时观察的前期资料整理。说人话。可恶！还我！不给！来办公室一趟。我又加班吧？所以你最近老盯着外派名单，不是突然有上进心？主事，我可以解释。不用，你这种上进，胃口比脑子快。够口快也不一定不是优点。地方名食本就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。主上圣命，那是不是以后出差都可以加个美食考察？可以，那就加一项地方因时观察。
你嘴角收一收，太明显了。高兴早了，先去办录影。还有，出差是交流，不是放你出去巡摊。太好了，传说中的冥魂乳扇终于可以吃到了。少得意忘形了，还不快去准备？遵命，主事。阴差，阎王让你单独去找他。不会吧，这就反悔了？进来吧。刚才孟晚在，有些话不便当众说。近几个月，各地阴司陆续收到饮食投诉，有人吃坏了肚子，有人接待宴后魂体不稳，还有些案子压下去了。那就查，明查，地方要脸，派监察后厨先洗得比脸都干净，查不到真东西。所以让我去装吃货。你本来就是。这话有点伤公务员自尊。你有2个好处：第一，基层出身不像官；第二，我听孟晚说过你的那个能力。什么能力？吃一口菜能看见它背后的东西。您都知道？知道，所以才用你。明面上你去扶贫去交流去夸，暗地里你去看原料看做法，看它到底干不干净。那我查到了，是不是就能当场掀桌？不能，你不是去砸地方招牌，是去分清问题是菜还是人。公开报告写2份，一份给外看，一份给我。这活听着比账单麻烦多了。查成一个地方记你一功，查成一条线，后面东南西北各地冥界美食，你想去哪儿，我都先考虑你，包括国外，看你本事喽。属下忽然觉得这不是麻烦，这是使命。少给我装热血，你想吃我知道，但记住，第一口下去，你看到的若真有问题，别被味道骗了。明白。那第一站大理地府要查什么？那边名声好，越是名声好的地方很会包装。去吧，别让孟晚看出朕把你当探子。他会看不出来，至少别让他太快看出来。还有，这是暗查，不是旅游。属下保证。给。为什么这个比安全承诺还厚？因为你在可能乱吃这一栏里风险等级很高。谁给我评的？整个单位一致通过。警务部对你评价很统一嘛。红河地府到大理地府，阳间坐车几个时辰，阴间手续17道。活着的时候嫌出门麻烦，死了以后出差更麻烦。主事，就差你这一个章了。现在知道平时是谁替你压流程了？知道了，主事辛苦。这是什么？胃药、清口茶、醒神汤。听说大理地府的饮食偏活鲜偏酸，你别一高兴乱吃。他连他吃什么会胃疼都知道，这不正常。到了先报平安。还有，别为了吃偏离部门给你的任务。哦，主事，你有什么想吃的，我帮你带。你都在这里待了200年，没出门了吧？还我一片好心，你是在说老娘老实吧？痛啊，主事，我错了。我的美食录去哪儿了？刚才书是不是亮了一下？大理地府美食，我来了。大理地府，我来了。阴差大人，我是大理地府孟婆司的白娘，负责您这几天的生活问题。你们大理地府这么热闹啊？大人，大理严大人已经和我说了，您这次来主要是交流孟婆司之间能否相互帮助，对吧？听说临安地府现在是鬼满为患呢。
别挤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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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挤了。还有地方阴石观察。阴差大人平时对阴石还颇有研究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我们先到孟婆司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不是普通蔬菜的味道，先饮后度，先食这股后交香更轻替代流程。，水汽也更干净大。人，是传说中的血性魂花。白姑娘，这是传说中的血性魂花，您怎么知道？闻出来的。白大人，你们的菜好了。这里的水质很好，很鲜。原来要尝此美味，需要付出此等代价。我来了，魂花兄！又是这个鬼地方。先礼后兵是吧？我来了，魂花兄！花瓣绵软，腰肢轻挺，这食材的品相刚好是上等刺身胚子。别乱甩花粉，香味散了，整道菜的底味就毁了。藤蔓缠人的力道刚好，筋膜柔韧，适合慢炖肉，不能蛮力打烂肉质。先锋你周身妖气所先，战斗就是给食材做预处理，分寸必须拿捏到位。我就知道美味没那么简单。花瓣做摆盘，腰肉做主菜，花蜜调汤底，刚好凑一席地府花妖全宴。该结束了，魂花兄！妖气凝在花蕊里，有精准泄力，留住最鲜的精华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身法太飘，气息太散，像没控好火候的炖汤，浮躁又湿润。迷幻香气反倒成了天然香辛料，正好省去我调配秘制酱汁的功夫。食材、火候、味道，缺一不可。这一顿我吃定了。让我来看看，这著名的血性魂花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这手感不对，钱。大人，这是……这是借水装仙，拿回色的水调过，还加了点东西保挺。原来如此，哟，判断的不错嘛。我的美食录！大人，味道如何？这道菜入口轻，水气足，时灵感很强，确实有地方风味。不过，鲜是鲜，鲜的有点太整齐了，像不是今天刚离水的，是被修过的。部分水菜已有回色保挺处理，需查摊贩来源及用水。这算第一份秘宅吗？不错，挺认真的嘛。主事，少说废话，吃了什么？明巧耳魂丝，还有血性魂花。和临安地府奈何米线比呢？
你居然会问这个？问你正事。红河的更烈，大理的更稳。这是正事儿。这次伙食护品，怎么感觉你有点不开心？阎王大人说的果然没错，主事压根儿不知道这事。也没有，只是有点吃不习惯。我就知道。先这样吧，早点休息，有事记得报告。终于结束了。白姑娘，今晚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吃了。大人，您还有一点私事对吧？是使命。乳晒还魂卷，柚香和奶香四溢的乳晒还魂卷。哪来的天籁之声？乳晒还魂卷，好吃不随便。南诏大理120页，乳晒还魂卷。哟，鹰嘴小哥挺识货呀！地府美食的一切都在这里。你在哪儿？在开会。少装算了，司里大家把想要清单发你邮箱了，记得带一些回来。怎么，大理的接待员是不是漂亮？乳丧还魂卷，白姑娘，逗你玩呢。挂了。乳丧还魂卷，好吃不随便。老板，我要一串。好嘞，5名钱。阴差不在，孟大人话少了许多呢。殷大人，原来你在这儿呀！白姑娘，南诏严大人说明天殷大人就走了，他想和大人见一面。严大人，要闻和殷氏调查相关的吗？大人，殷大人到了。啊，你好。临安阎王和我说过，殷大人不必慌张，这一道菜就劳烦小友品鉴一番了。这是猪皮，是殷实调查的一环吗？没错，大人。这东西看着就像会把胆小鬼送去轮回重修。不尝就不算来过。阴差大人，感觉怎么样？地府美食录有过记载，生皮腱组盘和鹤眉庆川饮，一旦做足，连续几天就能够让我进入食之境界，让我来见识一下，你有多少分，朱兄？皮这么厚，是冻过的吗？我就是吃这口饭的。这地府异种生猪皮兽，浑身紧绷硬韧，带着阴地土腥浊气，刚好是顶级良材原生食材。猪皮。筋膜绷得这么紧，正好趁着缠斗震动，松动皮下死筋膜，胜去后续，还打松皮的工序。这样才有意思嘛，周兄。地府猎食准则：战斗不伤食材，制敌刚好断胜，绝对不能劈烂你的猪皮。生猪皮最忌磕碰淤血，淤血不散，成品就会发腥发苦。原来如此。反复动过，不对，殷大人是被香迷住了。会吃的人都要先闻3分。正合我意啊！如果不是新鲜的猪皮，那就会冻得发脆。那这里就是你的弱点。
生皮确实没那么好处理，但是对于美食品鉴，我是认真的。生猪皮第一道工序就是定型，动导致皮面凹凸，口感就废了。阴寒煞气裹在皮里，难怪肉质发僵。刚好借战斗的劲逼出内里阴寒浊气，硬度差不多了。现在的紧实度刚好适合后续烫皮刮洗，是最完美的食材状态。别挣扎，地府美食狩猎，制服凶兽的过程就是食材预处理的过程。就是现在！奇怪，血是正常的，那问题会是什么呢？我懂了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大人，您明白什么了呀？菜有问题吗？口感脆，感觉新鲜，确实很能讨喜。但是大理地府最近接待了大量外地鬼魂投胎，所以是水土不服。算是，不愧是临安那老阎王推荐的人，不错。您都知道。大人，我们也是地府因时调查的人。公开要写好，密塔要写透，当差比打怪还难。水性杨花本身没问题，问题在回色宝体。生猪皮也不是地方菜本身有错，是水土不服。哟，不错，但还不够。你终于发现了吗？时之境界能让你接触到食物最深层的秘密。开口说话了。大惊小怪，你不也是妖怪吗？还有什么秘密？每一只石兽诞生的条件都是极其苛刻的，你必须尽可能的收录石兽诞生的原因。说具体一点。别问了，天机不可泄露。话说完了。我没电了，以后说。书需要充电的吗？混蛋！大家，我回来了。看看有什么好东西。回来了，就把今天投胎资料都处理了。有薯片，有辣条，还有瓜子，还有这个。有你最爱吃的土豆片。你们吃吧，哪有蛇精吃土豆片的？不是你让我买的吗？哇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怎么，大家等会儿想加班是吧？邮差，你明天记得把工作报告也给我一份。好。原来不是哪道菜好吃就够了，为什么先上耳魂丝？为什么后接雕眉饮？为什么一口生皮要配一口清酸？这些背后也是规矩。主事，这是出差报告。这回不像游记了。主事，什么游记？我是在说，你终于像在工作了。哟，礼物分完了。一趟大理地府，查出背后同一条阴操供货线，不错。其实菜本身没问题，就是各地鬼魂吃不习惯，还有少部分卫生问题。这只是刚开始。最要命的是靠阴石造假非法投胎，制造阴石混乱，伪造孟婆汤。那我岂不是白打几百年阴功了？开玩笑的，主事。这事情现在可不是你一个小小职员能解决的，量力而行吧。听说这次你去大理深交流成效不错，下一站要去板难大地府。啊，板难地府？你怎么啥也不知道？不错，刻日出发。板拿，传说中的鬼香茅包烧吗？有意思。板拿地府以香茅、包烧、春菜闻名，适合作为地方阴石观察样本。英差，回来的时候再带点特产。哎，我也想出差。一路小心，到了说一声。板拿地府天气热，东西容易坏得更快。
不要只看味道。你早知道阎王把我当探子，我知道他会用你，我就知道瞒不过你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你都在孟婆司待了200年了。没想到会吃还能混口饭吃。好了，快去工作，记得把今天的投胎名单给我。遵命指示。你可真有活力。刚回来又去版纳地府，你这不是出差，是迁徙。回来记得写攻略，方便我们以后公费申请。真有事儿，报警务部电话。我们虽然慢，但能打。地府治安也没那么乱。知道了，走了。这到底是阴间还是阳间啊？这么热。阴差大人，欢迎欢迎，我是版纳府的接待员。原来殷大人这么帅吗？啊，你好。殷大人，我们走吧，咱先去市里。好的。殷大人，您这次来是殷实调查工作对吧？这几天多多担待了。殷大人见笑了。大人需要多少人手？哈哈，我一人足矣。对了，大人，今晚住宿已经给您安排好了，您今晚先好好休息。谢谢孔老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大人您说。鬼香苗包烧哪一家最正宗？大人，你想吃的话，让后厨准备就好了。孔老师，真的吗？当然啦，这道菜可是咱们地府的主打菜呢。太棒了！鬼香毛包烧万岁，出差万岁！孔老师，这有啥特产？殷大人第一次来版纳地府。对啊，我都几百年没出临安了，都来地府了，还要打工。殷大人，你可太幽默了！鬼香毛包烧来啦！这就是传说中的鬼香毛包烧。大人可以先尝尝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就是包烧的境界吗？鬼香毛包烧用香茅、蕉叶10几种悠扬草包裹，炭火慢烤3个时辰，香茅开道，炭火收尾。殷大人，你才吃了1口就知道怎么做的呀？好厉害的客人！我可是美食猎人。这里就是包烧之境吗？出现了，鬼香毛包烧。你就是那个美食鉴赏家。现在是美食评分时间。有意思，地府独有的鬼香毛异兽，浑身缠绕阴地香草气。肉质自带傣味原生鲜，完美适配招牌包烧主料。安分点，你这浑身不碎的香茅气里最脆嫩。包烧是无敌的，这一顿我吃定了。乱冲乱撞，一旦撕裂纤维，包烧所致直接作废。狩猎包烧食材从不满里印上，肌理留香气，锁原汁，品相必须完美。侧身躲开利爪，香茅食材最怕淤血结块，血渍残留会盖过傣味清香，吃起来腥涩发闷。究竟被表层的阴沉抚恤了，大入间隙，顺势扫除杂质。我找到问题了。力道拿捏刚好，轻劲压制圣体，有力护住香茅肉质，既制服凶兽，又不破坏纹理层次。周身飘散的杂味阴气太冲，借着缠斗劲风打散浊气。不错，我要给你8分以上。刚好提前去除食材本身的阴寒异味。包烧第一道关键就是食材定型，肉质褶皱松散，包烧时根本锁不住汁水。难怪香气发闷，持续功力震荡，屏住深层湿寒，香茅的清冽香气才能彻底激活。刚刚好，肉质柔韧紧实，纤维完整，
是最适合爆烧炙烤的绝佳食材状态。该结束了。地府歹位狩猎铁则，是来凶兽的每一招都是爆烧食材的精准预处理，一步都不浪费。外层是甜香，第二层是辛香，第三层才有一点食材本味吗？这一层层用香料垒起来的遮羞布，叶子回用，腌料重压，炭火急攻，目的不是风味，是盖。不错嘛。又是你！菜有问题，而且问题不在包烧，也不在你们吃香。菜有问题？有人用重腌料，会用标液和急火复烤，把不够新鲜的东西包装成够香。你个外地来的懂什么？我们地府就是吃的香辣。对，所以才更容易被黑锅。这桶谁供的？接待街统一配的。接待街。孔老师，我们走吧，这里面有蹊跷。啊，好。孔老师，最近孟婆司是正常投胎量吗？孟婆司最近投胎数锐减，但是都在合理范围内。孟婆汤的供应够吗？这个我得问问。还有孟婆汤的供应链也问一下。殷大人，住宿已经安排妥了，您需要休息一趟吗？确实想睡一觉，这一趟好累。好的，今晚和阎王大人碰面，我会提前通知你。麻烦孔老师了。出来，别装死。你语气放尊重点。你真会说话。耳聋就去人民医院看看，臭乌鸡。那你几百年不和我说一句话呀？天天吃临安食堂，我可是美食路，需要面子的好吧？那我这个能力是怎么获得的？唉，你想想，在人间还有谁记得你？都几百年了，谁记得呀？所以你这小子才成不了仙，来地府打工。你嘴怎么这么像孟晚？一个臭道士把我烧给你的，你居然忘了？英差，你这么爱看美食录呀？平时就你最爱偷吃，老夫也没什么可以给你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就当做你修行的礼物吧。上次还说话的，是不是没电了？丁大人，中午饭已经好了。好的，孔姑娘，这就来。哇，这家店生意可真好。这可是咱们地府最有名的。等会儿吃了一口，你就明白了。包烧如何呢，小鹰大人？严大人，您指的是口感吗？你认为呢？是腌料的问题。我就知道。大人，您不问我怎么知道的？我老了，但眼没花。你们的地府冲魂冲鸡脚。虽然我很早就想尝尝了，但是吃这个感觉和我有点不搭。鹰大人，快试试！又来了！哟，小黑鹰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可是石灵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地府也能闹鬼的。小心，他要来了。这是冲魂冲鸡脚。这次你可没那么容易了。好家伙，地府特产名魂鸡脚异兽，骨脆皮炭，自带鹰烈凉感，天生就是做傣味焗饺的顶级食材。鸡脚食材最忌表皮破损，外皮裂口。等下，蜜汁会漏味，炮腥，彻底废口感。不对，怎么回事？砍不动的。品鉴美食哪有这么简单？我还没遇过筷子夹不动的菜。好硬的外壳，这么凶。是时候让你吃点苦头了。再来，狩猎底线，大兽不毁财，要做冲鸡脚必须保住完整表皮，
脆嫩胶质，通透肉质。关键淤血是副犄角大忌，一旦积血，成品发黑发苦。清爽傣味，直接翻车！凤藏着地府旖旎杂垢，笨蛋乌鸡，这样要打到什么时候？幽冥洗毛，缠斗间隙，顺势扫净，省去精细挑选工序。哎，这要怎么参加美食猎人大赛呀？力道空文，不能劈断骨，不能砸烂肉。细小讲究整治完好，靠捶打入味，不靠蛮力破坏。筋骨绷得死紧，吃我一击，筷子大爆破。不对，怎么回事？笨蛋，好好想想冲击脚怎么做的。我想想，你现在是在评鉴食材，你当然要理解他的做法呀。真是的，我不明白之前你是怎么打败石怪的。幻想时刻，鸡脚经煮制、冰镇和春制后，料皮紧致有弹性，肉质筋道且入味透彻，鸡骨略松更易吸收汤汁。搭配小米辣蒜、柠檬、鱼露及胡萝卜丝、黄瓜丝、折耳根、香柳等。冲鸡脚，不错呀，小黑鹰。什么情况？打的不菜吗？美食猎人，我已经知道你的弱点了，美味的冲鸡脚先生。慢火细熬，锁住原汁，每一步工序都拿捏到位，入口绵密软糯，清甜不腻，满口留香。手工揉制，层层入味，火候把控恰到好处，外皮筋道内里松软，越嚼越有滋味。精选食材，细细调配，精工慢做，不同工序，鲜香醇厚，直击味蕾。纯鸡脚第一步，打碎，口感顺滑，超解馋，清水净洗，文火慢炖，原汁原味，自然成型。蒸鸡脚第二步，佐料。鹰大人，临安孟婆丝这是捡到宝了，这小友身份不简单啊！鹰差帅锅，蒸鸡脚第三步，拌你。肉质细嫩弹牙，汤汁浓郁，鲜香十足，不捶打均匀入味。侥幸制作一丝不苟，外香里嫩软糯适中，一口沦陷超满足。这便是美味的绝招。迷魂开冲，鸡脚先生，这一顿我吃定了。味道鲜辣，合我胃口。曹鸡脚，过冷拍蒜，流程正常，但是这个香味闻得奇怪，和大理地府那次一样的味道。啊，腌料桶增香除了闹肚子，和投胎又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了？太辣了？不是辣，这种鸡脚后劲很大，被他呛到。想必你现在有答案了。是的，严大人。好了，把你知道的写在报告里就行了。接下来先吃饭。遵命，严大人。这就是腌料，和大理地府的味道一样的香料。鹰大人让准备的冥魂地府飞天霹雳鱼好了吗？孔大人，马上来。菜在隔壁厨房对吧？我们自己过去吧。对的，大人。大人，这是冥魂地府飞天霹雳鱼。怎么又来到实质境界了？传说中的美食猎人，飞天霹雳鱼，让我来品鉴你一番。我的美食录也该更新了。美食猎人，就凭你还想打败我冥魂地府飞天霹雳鱼？有意思。盐放多了，料酒、生抽、老抽还行。鱼可是我最喜欢的食物，我会好好品鉴你一番的。
什么招式？这家伙是加了小米辣吗？这么快？这虚号！哟，成落汤鸡了。有意思，迷魂飞天霹雳鱼，肉质紧实不细刺，喷水养出自带清甜，天生就是傣味香烤的顶级硬货。13香花椒油、草活粉你都有画，不错。烤制时有在补淋腌料，很好。烤鱼食材第一禁忌，肉身摔烂，鱼皮破损。我能尝出鱼腹有栽入香茅草、姜片、柠檬片，外皮焦脆，鱼肉鲜嫩多汁，口感酸辣爽口，还带了点香茅草的柠檬清香。鱼这么能跳，很新鲜。味道可口滑嫩，但是火候欠缺啊。那么现在轮到我了，阴差帅锅。这没能击败你。大人这是……皮破肉碎，汗火一烤，直接漏油散味。哟，这不是师兄吗？你是谁？就是你这家伙一直搅局。师傅既然不让我来地府，我偏要自己来。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在我的十之竞技，但是你坏了我最佳品鉴时间。哼，你才不配品鉴美食。冥魂风破！喂，振作起来！还想品鉴出我的飞天霹雳鱼？你一直在坏我好事，从小就一直这样。谁跟你是花小兄弟？臭白鹰！抢我石兽，连我名字都忘了。哼，一双破筷子，还想伤我分毫吗，师兄？这家伙这么厉害！哈哈，师兄，你怎么这么弱啊？滚出十之境界！你不配做美食猎人！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打不过他。菜都要凉了，师兄怎么还没品鉴出来？还不是你这家伙在搅局！你在搅局，就是因为你把石兽都打完了，而且每次都是和我抢头一只，你故意的对吧？啊！别和他废话，把他赶出十之境界！天灵灵地灵灵，石灵老君快显灵！霹雳鱼，冲击脚！这是什么招式？石兽子吗？大人，菜怎么了？菜怎么了？一定是他，最近的明石幕后黑手。菜没问题，有妖在搞鬼。我们走吧，孔老师。大人，您说您知道是谁动了底料？一定是他，那只臭白鹰，打扰别人吃饭的家伙。白鹰是……对了，鹰大人，版纳地府食物运输链我已经调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底料我按您的吩咐，我派人会送去房间的。谢谢你，孔老师，谢谢。主事，事情经过就是这样，那我就开始了。你要小心，我们也从未完全了解你的品鉴能力。放心吧，这次我知道怎么做。在地府没吃完饭和香烧到一半有什么区别？贫嘴。唉，过了几百年，你连师弟的名字都忘了。师弟？你爱吃咸的，他就爱吃甜的；你喜欢往东，他就爱往西的师弟。我想起来，自己去问他。好咸，好咸。英格丽，好了没呀？我等不及了。快喽！没阴差这家伙打扰就是爽。天怎么变了？难道是？啊！你这混蛋，
怎么又是你来搅局？最近的殷实事件是你弄的吧？什么殷实？我们已经几天没吃饭了，就是因为他。完了，说不清了。一起气棍子炒肉。好啊，我陪你打。我早就想揍你了。天灵灵地灵灵，闪电霹雳快显灵！开什么玩笑？闪电也太 bug 了吧！这次看我不劈死你！劈死他！我也不是吃素的，我什么都吃。和他耗体力，他是术士石灵，能量有限。哼，来吧，师兄。哟，那本破书还知道我的能力。师兄，让我看看你美食猎人的全部实力吧。抱歉，我喝了孟婆汤把你忘了，来决斗吧。水龙坡。我不会饶恕打扰我吃饭的家伙！区雷电，雷火相融，再吃我一击！这么耐打吗，师兄？那就试试这个。区水性魂花。你觉得我会输给我的手下怪兽吗？就这点本事吗？不过是被我品鉴过的食材。什么？我的石兽！师傅什么都偏袒你，美食录给你，老君神块给你，地府修行的机会也给你，凭什么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从小到大就什么都要和我争，一直叽里咕噜的，烦死了！打够了没？我只对美味战斗。唉，算了。师兄，美食猎人大赛，这就是我来地府的目的。等等，美食猎人大赛，简单来说就是十之境界的争夺战。每个十之境界就只有一头石怪，然后猎人们需要狩猎后品鉴。聪明，但还多了一个流程。什么流程？参赛猎人都需要有一个石灵，需要石灵收录攻略传说地府美食。传说中的地府美食。等看到真正的美食猎人，你就知道你还差远了。原来你早知道啊，那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哼，你也没问我呀。你这书妖脾气还挺怪。罢了，等回去和主事他们说，参赛姑且还要请假呢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严大人。美食大赛，我早有耳闻，没想到确有此事。美食猎人，那我这和殷实调查脱不开关系。决定了，参加美食大赛是你的新工作。遵命，主事。